大家好，我是王丽颖律师。主办单位 My Data Taiwan Hub 把今天的讨论分为个资、防疫、科技3个主题。我好像是奉命来扮黑脸的，大概大家都觉得律师很讲究这个权利义务哦，所以要我负责来帮个资保护说说话。我把这个场次的题目定为这个最懂你的人是我，这句话不该由政府来说。面对 COVID-19 啊，在这个防疫的非常时期，政府做了很多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那已经有很多专家从很多的角度来分析，甚至是检讨，都很宝贵。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角度的观察，就是我们的行为模式受到政府措施和民间行动的一些影响。这是一个暂停键哦。大家都很容易理解，这个禁飞、隔离，某种程度是侵害我们的居住迁徙自由。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些措施有没有强制性，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超过这个所谓的合理必要范围。用法律的台词来讲，就是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但是这些措施是请大家勉强自己不要去做这些那些事。一旦疫情结束，大家自然而然甚至迫不及待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相对的，有一些措施是请大家试着习惯做这些那些事，等到疫情结束，大家就算说不上喜欢，也已经习惯了，或是懒得再做任何变动。现在很多宅经济，像是电商购物、数位内容，就是想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养成使用者的惯性。这是从好的方向来看。回到个资保护的议题来说，无论是民间业者或是政府单位推动的一些方案，其实也带有这样的意味。因为防疫这件事是大家的事，没有你的、我的、他的个资完整结合在一起，很难做出什么有意义的分析、判断或决策。也因此，我们对个资保护的底线很可能有所松绑，或者说松脱。比方说，之前新加坡号称推出全球第一个接触史追踪 App， 叫做 Trace Together， 还有原本预计要在5·1连假前推出的台湾版社交距离 App， 还有2大平台 Apple 和 Google 即将联手推出的 Contact Tracing， 都是透过使用者自愿下载、自愿填写有无确诊的资讯，然后透过蓝牙和 Hashed ID 技术来追踪是不是有接近到确诊病患。他们当中有的是政府官方推动，有的是自发性公民科技，也有大型商业平台。受不受欢迎，有没有效果，我们等等都可以讨论。而即使是民间或 NGO， 也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会与政府单位或是公卫机构进行资料交换。所以这个问题比起我们日常的商用 App 更为复杂。然后就像我们手机一堆有用的没用的 App 一样，一旦下载了、习惯了，就算疫情结束，可能也回不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个资问题可能比禁飞、隔离、停班、停课的问题都更为重要。讲到个资啊，我们要先把定义讲清楚。前阵子大家在吵 Zoom 的问题，我发现有些朋友担心的是资安，说 Zoom 的资安漏洞容易被植入恶意程式；有些担心国安，说因为创办人是中国人；有些朋友说开会设密码是基本观念啊，没有设密码当然会有商业这个营业秘密被窃取的问题。那有些朋友说，反正小学老师用 Zoom 不会有什么机密。有些朋友说，不，我们讲的是孩子的隐私问题。然后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就是竞争对手故意用放大镜挑毛病。所以我想先跟大家说，虽然这些议题都彼此相关，都很重要，但是今天我们只谈个资。这一页是我们的个资法。对于个资的定义，其实各国的规范也都大同小异。
个资指的是一切可以识别个人的资料，也就是 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那大家是不是好奇隐私指的又是什么呢？其实不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居住、迁徙自由，隐私权这3个字在我们整部宪法里面是找不到的。直到大法官释字第603号，有稍微清楚的解释跟定义，包括个人生活私密领域免于他人侵扰，以及个人资料的自主控制。前者一般称为空间隐私，后者一般称为资讯隐私。释字603对于资讯隐私有非常详细的叙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萤幕蓝色底线的文字。总而言之隐私其实是一切关于自己但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所以隐私的范围比个资大。隐私也不一定要有经济上的价值。不过我们今天只谈隐私当中的资讯隐私，也就是个资。个资保护从不同的层面来看，有各种不同的原则。这里的3原则是我自己写的。第一，自己才是个资的主人。第二，个资的搜集和利用必须要自己同意。这2个原则都非常重要，也非常单纯。但是第3个原则是什么呢？第3个原则就是欠缺好的机制，有原则等于没原则。如果没有好的机制运作，什么原则其实都是废话而已。那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我牺牲了我自己的隐私。这一页是我的手机萤幕截图，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机，大概也长得差不多。我想问大家，你们下载这些 App 的时候，有认真读完 Privacy Policy 吗？没有吧？我也没有。那之前这个 Cambridge Analytica 的事件沸沸扬扬的时候，有人愤而删除 Facebook 吗？没有吧？我也没有。现实是，当这些服务很棒，如果我们不同意它的隐私政策，就不能使用它的服务，我们会毫不犹豫 Go I agree。甚至现实是，当我们提供更多、更精准的个资，就能享受更贴心、更个人化的服务的时候，我们也真的难以抗拒。可是这里的风险，跟古时候我们寄一封信，去面包店订生日蛋糕，或者去牙科填出诊单，那种线下的纸本的个资搜集是完全不一样的。Internet 让数据的搜集和交换变得更加容易，然后 AI 让数据的分析和使用变得更有效率。所有好事会因为数据运算而变得更好，所有坏事也因为数据运算而变得更糟。像是防疫这件事，在线下的世界早就是依靠医院通报、里长伯关照来进行所谓个资的搜集利用。对抗艾滋病毒或是伊波拉病毒，大概也都是这样的处理。那我们假设，在防疫的部署上发生了1%的失误，在纯粹线下的世界，影响的可能是里长伯照顾的300人当中的3个人，但是在数位世界里，却可能影响到2300万人当中的23万人。随着科技工具的进步，在 COVID-19 以及未来面对其他疫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些数据分享的与恶的距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风险之一，就是演算法的偏见。演算法的偏见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先不说 false negative、false positive 这些技术误差，机器学习的每一笔 training data 都是人类社会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当历史经验存在偏见，没有经过校正，演算法的产出就必定是偏见的重现。工程师们最熟悉的 garbage in、garbage out， 在防疫个资的搜集利用也同样会发生。以 COVID-19 来说，如果说防疫资源的部署
是依据确诊数量高低的数据加以规划。那么资源的配置比较多的区域，因为检验机会提高，确诊数量也相对提高，在后续的资源配置又会形成循环性的偏差，反而自使欠缺资源的区域可能一直存在病例黑数而没有获得应有的协助。这些都是全球各地推动所谓 Trustable AI 相关政策想要进一步处理的问题，主要就是借由提升演算法的公平性、伦理性、当责性和透明性，来设法校正偏见。例如大家常常听到的欧盟 GDPR 个资保护规范，也相当强调这样的观念。当然，数位落差 Digital Divide 也一定不能忽略。对于没有 iOS 或 Android 手机，甚至没有手机或是没有网络的族群，很可能是更需要被关心的族群。甚至通缉犯、非法移民，这些躲避任何刑事追踪的人口，就人道考量以及公卫目的而言，也必须给予协助。这些都仰赖科技工具以外更为细腻的政策规划。风险之二，我们前面提到的案例都还只是当事人有机会 Go I agree 主动提交个资的情境。在接下来 AIoT 的世界，个资的搜集跟交换不会只局限在人与机器的对话，更会大规模发生在机器与机器的对话。大家知道到今天为止全球的物联网装置数量总共有多少吗？如果把50亿台电脑和智慧型手机先扣掉的话，剩下的装置还有270亿，朝向到300亿个来迈进。一些统计数据甚至预估，到了2025年，归功于5G 的发展，这个数字会再翻2倍、3倍。到时候无所不在的 AIoT 物联网，建构出《楚门的世界》真人版，可能是更令人发毛的世界。前面我们提到了欧盟 GDPR， 这里举的例子是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加州消费者隐私保护法 CCPA。除了业者的告知义务、消费者的同意权、使用权、删除权、可惜权都有 GDPR 的影子之外，还强调业者透过装置来搜集数据的行为也必须受到规范，可以说是物联网界的 GDPR。大家有兴趣可以进一步参考。风险3，民间企业进行各自的搜集和利用，有 GDPR， 有物联网界的 GDPR， 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规范加以导正。那政府的行为呢？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像是因应 COVID-19 而颁布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除了经过立法院3读通过，当中备受争议的第7条的适用，也必须经得起比例原则的检视，并且必须是一个滚动式检讨的过程。而最重要的，这样的特别条例必须设有落日条款，所有的条文和措施都有有效期限，预期都应该要失效。当然，我们还是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会担心，一旦巨细靡遗的个资落入政府手中，有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当政府告诉我们个资的搜集可以作为病患诊断和用药的依据，也能协助防疫措施的部署和资源的配置，我们当然有理由担心这些数据经过缜密的勾稽运算，可能成为犯罪的呈堂证供，甚至影响大选的投票结果。但是也如同我们一开始讨论的，在民主法治国家，公权力必须有法律的基础，法律必须有民意的基础。任何违法违宪的行政措施，理论上都要受到制衡和监督。因此最危险的其实还是我们自己的惯性，或者说惰性。我们前面提到新加坡的 Trace Together， 要进行有意义的数据比对通报，至少需要3/4的人都愿意使用，但据说实际下载数量不到全部人口的1/5。
甚至因此有媒体呼吁政府应该要规定强制使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恐慌跟贴标签是最不利于防疫，却是人性上最容易发生的现实。一个成功的科技工具，无论是接下来的台湾 AI Labs 版、Apple、Google 版，或是等一下我们会听到的 NGO 版，都应该会顺时钟贯彻不给病患贴标签的基本精神，都应该深刻体会到防疫不是猫抓老鼠，而是像北风与太阳的故事。信任才是一切的基础。也因此，我仍然相信，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期待接下来看到的科技工具，不只是合法，还要好用，能够真正落实还权于民，让各自的主人在给出同意的时候，真正明白自己同意了什么，也能够轻易掌控相关各自的搜集、储存、交换、更正或删除。而我们自己也要懂得，有权利就有责任，谨记着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自己的惯性和惰性，学习如何控制数据的分享，进而缓解对数据开放的疑虑，最终让整个社会因为这一波疫情共体时间好不容易建构培养的信任共好的关系能够持续维系。最后，这里是我的相关文章和 Podcast， 事务所的官网都看得到，欢迎大家参考，也欢迎大家加我好友，一起继续交流努力。谢谢大家。